沐雨，我没有见过你，看来谢家藏了一柄很好的刀。我时常问我师傅，我的刀法如何了。师傅总说，我的刀法在暗河这一带中已是第一，但比起剑术第一的苏沐雨，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你师傅是谁？谢家，谢七刀。七刀叔是个很不错的老师，你是他的弟子，难怪可以走到这里。我不要你言语上的称赞，你对我最好的称赞，就是与我一战。苏沐雨，就此放手吧。修为，你来了。你不要打扰我们之间的对决，若是你动了手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在威胁我？只是告诫。那便如你所愿。我要对战的是你的剑，而不是一柄破伞。散级是武剑，你知道我想看什么？难道是我没有资格让你使出18剑阵吗？用你的刀来看我剑。好。灵犀之术，这是谢家的不传绝学，堪称无敌。苏沐雨。你再不出剑，便要死在我的刀下了。你的刀法确实很精湛，无愧七刀叔称你为本代最强刀客。但他的另一句话说的也很对。什么？你我之间的差距，犹如鸿沟。18剑阵，起！18剑阵，仅靠一人就能操纵这么多的剑刃。18剑阵已现，你能越过我的剑阵吗？确实看不出破解之法。可是，只有跨不过去的难关，才有跨过去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只有赢了注定失败的局，才有赢的意义。你是个刀痴，或许是吧，师傅也这么说。那魁大人呢？你是剑痴吗？剑不过是件兵器，若太执着于剑本身，反而会成为剑的奴隶。这是暗河的老师和你说的吗？不，这句话曾刻在无间城的城墙上。你对刀有着纯粹的执着，可你为何要赢？只是想要比我更强吗？若你的心中只有强弱，那么你的刀永远不会是最强。胜负也是我心中的意义。这一刀值得敬佩。
18剑阵便只是这18剑吗？为何不能是180剑、1800剑？18000剑！方才那一剑叫什么？飞刃散落，宛若暮雨；长剑如虹，一击致命。方才那剑以我为名，便叫暮雨。以剑为名，以后我也要创下一刀，名叫不懈。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你战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刀。可刀是死物，你需要去寻找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事物和理由。理由？我不明白。就像我必须要战胜你，因为我不能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，可是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尝试寻找。你这是要走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任何人。雪薇，你不会也想和我一战吧？战你个头啊！你流血了，赶紧擦擦吧。你这药我可不敢用。我如今身旁有个小神医，可不敢用你这能毒死一头牛的药。你的小神医，你确定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想救人，还是先破了我的毒阵吧。雪薇，你知道这阵困不了我多久的。穆家少主，穆白。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。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。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撑住，苏女。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。野无九章机。走。暗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了，这哪是刺客呀，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巢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史策，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。
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。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了。 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2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木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 你见过我的3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。 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血统素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攻。你的天地转瞬即逝。 我的天地，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静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，我不会放在眼里。 就当你说的是真的，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 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现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、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主攻击的斩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。 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；母痕，正北修门；母凤，四塔西海。
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！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木家的龟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商火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收银，银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穆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阴谋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2个毕竟也算是罗力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2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
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1石2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。赵木家最好的药是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
特药府到了。你的县尹讲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去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
觉得这里面有鬼哎。姑娘莫怕。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，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学了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父再来看看了？我师父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。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。
由苏、谢、穆3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2家都派人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！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！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13鬼，子献为戒，还请2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
只有一种可能，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武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颖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门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。你跟他的情分，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像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慕远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辆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
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，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巡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我也在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窟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
63号，63号。 谁惹了穆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 八阶阵，刀剑不虚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雅入决出。我为尔。 要破八阶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父亲之口。
剩我们2个人了。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，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啊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
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2次、第3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火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，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这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宇哥，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
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。
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当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
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
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。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